这一支是西决夫跟传奇吉他手 Tony Iommi 联名的香水。那这一支的话是 Monkey Special， 就是他首先推出的。那这一支的话就是神话版黑色的，对，那这支是2024年比较新的作品。那这一支Monkey Special 呢，它喷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它是辛香感比较重的香水。那这一支黑色神话版的话，它的差异性在于说它是加入了藏红花，然后它的藏红花会贯穿整场，从它的前中后，我觉得藏红花一直都在。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一支它的皮革味更明显，我觉得比这一支 Monkey Special 更像是一个传奇的摇滚乐手，因为它的皮革加进去之后变得更酷酷的。那两支香水的话，你都可以闻得到一些玫瑰花，然后藏在它的那个底蕴的下面。所以其实这一支一开始它的辛香感非常的重，但是过了10几分钟之后，5分钟后、10分钟到它的中后的话，你就可以闻到它的花香慢慢的显现出来。那这一支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说，它从头到尾就是藏红一直都存在，但是它同时你也可以闻得到一些玫瑰花香藏在它的背后。所以这两支我觉得它非常的不相像，那两支都是非常有个性的，就是很像真的是一个重金属摇滚乐手。他的那个穿着啊，他的气味啊，他的收藏啊，都是那种很酷的、很 metal、很有那种骷髅头风格的，就是推荐给大家。差别的话，如果是我这支会，这支是一般版，就是它最早出的版本嘛。然后它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比较香甜一点点，更适合女生来穿。那这一支呢，它后来出了这一支升级版，其实两支一样都是香精。那它这一支的皮革的味道会，我觉得再更明显一点。但是两个显香度来说，我觉得这支更明显一些。其实这两支来讲，并不是说它就是它的升级啊，或是进阶版都没有，它这两支都是一样是香精。那在呈现方面呢，黑色这一支它会再更深沉一点。那它前面的味道的部分，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虽然是有藏红，但是它辛香的感觉一开始很显香，味道很像那个鸢尾花的味道，非常的明显。那我觉得很好闻。这支刚开始的时候，我更喜欢它多一点。那原本这一支的话，会再更香甜多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些女生喜欢香草的，或是林香豆的这一类型的香材，应该会更喜欢这支多一点。这两支都蛮推荐的。好，今天介绍这两支，那我觉得这两支对我来讲，我觉得都比较沉重，因为它其实这支开头藏红花非常的浓厚，那这支是莱姆酒的味道比较沉。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清晰调的香水的，所以这两支对我来讲有点太重了。可是到后味的时候，我觉得这支反而比较温柔，但因为它的木质调和麝香柔和了它前面的藏红花，反而藏红花没有那么的深那么沉，所以我觉得它是后面比前面再更好一点。那这个是它到后来，我觉得它有点闷地下室的那种闷感，所以我觉得它不适合你。如果第一次尝试香水，想要刚踏入像沙龙香这种类型的话，它可能你会比较抗拒一点。这样，要来推荐这两支跟黑色安息日合唱团的吉他手联名的特仕版跟升级版。可是我觉得他们两支是完全不一样两支香水。那这一支有点像摇滚乐团在一个小小的空间跟你非常近的距离在表演给你的那个感觉，你可以闻到那个摇滚乐手身上的皮衣、吉他，甚至周围人在喝酒的那个酒香，全部都融合了在这支香水里，那个氛围的感觉是很靠近的。那这一支它的皮革香调更明显，那可是它升级了，它升级到哪？它比较像你在看大型演唱会的时候，摇滚乐手在舞台上那个巨星的氛围，弹着吉他给你听，然后可是你会觉得它好像离你很近又离你很远，会有一个距离感。可是两支都很棒，我觉得两支都是男生女生都很适合。然后我觉得这一支我会推荐给
正在往音乐路上走的，你如果正在玩乐团，你正在做创作者，我觉得这一支很适合。那这一支我会推荐给在演唱场合工作的人，或是在夜店上班的人。这一支会让人有一个不想把目光移开你的氛围。两支各有特色，是穿着不同皮衣在身上的感觉，你可以来试看看。好，今天我们来讲这2支的给我们的对，重来，第一句就不重来啊。好，现在我们来讲这2支，就是喷在身上的，带给你的氛围。好 ，OK， 3、2、1，好，这个跟七九夫跟黑色安息日这个乐团合作出的这2款，特仕版跟神级升级版，原则上它是2款完全不一样的香水的感觉。那特仕版呢，它让我那个喷起来的就是有一种很香甜的感觉，香甜的。哇，你们还有打文案呢吼，这个辅助说明，对啊，认怕忘真认真。记啦。好，来，今天你要帮各位介绍的这2支2款，这支是原版，对，我称它为黑色。黑色这支是升级版银色。那讲反了，卡，讲反了啦。这支是原版啊。这一支是升级版，最新出的是黑色，那银色的它也不是原版，它叫 Monkey Special。升级版是黑色。这个叫神话，他们各神有各的名字，它叫 Monkey 话 Special， Monkey 是它的 Special。摩托车的名字。好，然后这一支是神话。好，那我那你我都不要介绍了他先，出我就直接开始了。那谢谢。你的小抄会不会写反了呢？不会，因为我知道昨天问的是这一支对，昨天问的是这一支，有印好象。，那我们预备，好，开始。一开始啊，我其实很不懂这2支，坦白讲，因为这2支都有一个素材叫做2种，一个是广阔叶跟藏红花，这2个味道其实我真的不太行。那真的很喜欢的，我觉得你们也会喜欢这支藏红花跟广阔叶。然后呢，也是我平常不会想要去尝试跟接触的香材。那这次有了这个4香，其实坦白讲，有时候就是先打破你的刻板观念。我觉得，先移除我们的那种旧思想，藏红花、广阔叶的味道。之后你试了这2支，我觉得后面还让我蛮惊艳的。那我首先讲黑色这支，我觉得这支有一种沉浸在肉桂静置的感觉。对，那体验下来的画面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就是有一位男士，然后他骑着哈雷机车，然后他是那种有留胡子的那一种，然后骑到那种爷爷留下来的旧小木屋，然后小木屋里面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很黑暗，他不爱开灯，然后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整间屋子是木质的香味，那木质的地板上面还有一些干啤酒，还没有完全干的那种黏糊糊的黏在那地板上的味道，我觉得是这个味道。然后再来另外一款呢，我觉得很棒的是后面是银色这个，对不对？对，后面这个我闻到了玫瑰皮革味，我觉得出乎我意料，前面的那个广阔香跟藏红花它在背后，那后面凸显出来是玫瑰皮革味，我觉得很香，真的。然后它这个东西，它的皮革啊，不是那种全新的，它是那种大家像那个包用过，或者是车子开过那种柔韧过的那种皮革，有那种一条一条那种纹理的感觉，旧的。我觉得这2支都呈现那种旧皮革的感觉，我觉得很舒服。因为有些人喜欢闻新车或者新包包的那种味道，皮革味。那有些人就是喜欢有好像皮革有经历过什么事情，或是使用过后的那个痕迹在。所以这2支，我觉得我都可以
一开始不喜欢，但后面闻到了调香师的用心，我觉得它会经过你使用之后会产生不同的变化。我觉得2支都很适合收藏吧，我觉得收藏会很棒。